赵丽颖能每部戏爆火，是因为她坚守了女演员的3个隐形准则。现今娱乐圈流量最高的是85花，85花代表分别是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赵丽颖、杨颖和唐嫣。这几位女星之所以被称为花，因为她们颜值、演技、流量均在线。戏曲里素来有青衣和花旦之分，青衣指稳重、有才能的女性角色，花旦则是妙龄女孩，多指容貌出众、身姿曼妙。先不说赵丽颖，我们看看最近其他几位85花的状态。最近娱乐圈的大型活动之夜，杨颖、刘诗诗、杨幂争奇斗艳，个个美如花。细看3位状态，杨颖娇俏如少女，刘诗诗知性优雅，杨幂俏皮火热。可能我们也发现了，这样重要的场合，丝毫没有赵丽颖的身影。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隐藏，似乎娱乐圈这些大型活动需要露脸的时候，她都不在。其他几位同级别85花，唐嫣忙着上综艺，在我们的客栈圈粉无数，而杨幂开年就负面新闻缠身，在社交平台吐露心声：2023，请对我好一些。杨颖离开黄晓明后，明显低调了许多，资源也不比从前的。前不久她过生日，画面看着略显寒酸，圈内祝她生日快乐的人少之又少。比起此前众星捧月般的待遇，感觉她本人也尝试在沉淀。细看这几位85花，似乎重心都不在拍戏、诠释新作品上，而是待在舒适区，不愿意走出来。他们这2年能拿得出手的新作品也越来越少。反观赵丽颖，从出道爆红的《陆贞传奇》，再到巅峰之作《花千骨》，近2年她再次发力，出演女性主义现实剧《幸福到万家》，被央视点名褒扬。2018年主演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更是成为众多观众下饭神器。去年年末，现实主义题材《风吹半夏》播出，赵丽颖突破女演员新剧潮，讲述年代女企业家发家致富的故事。这部剧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.2，能拿得出作品有口碑。赵丽颖的成功非一日之功，可为何她火爆半边天之后，仍然一直坚守女演员的基本隐性准则？01，第1个准则，首先要作品过硬，实力过硬，会挑剧本。细数赵丽颖自出道以来作品，她的演技似乎从来没有被质疑过。之前有个问题很火，如何客观评价赵丽颖的演技？有人这样回答：不能跟老戏骨比，但能跟当红花旦比。演员没有梯队，稳扎稳打才是正道。总结就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们来客观看看她的作品，先是《知否》里的演技。演这部戏时，她已经30岁了，但剧里角色定位前期是16岁未出阁的官家女子。后期人物成长之后，赵丽颖的扮相趋于成熟，演起来明显得心应手。在《知否》里最受争议的地方是，剧里赵丽颖扮演的明兰要出嫁，其受祖母庇佑，与祖母共同生活成长。出嫁当天，祖母突然扑上来拉着明兰哭，赵丽颖手足无措的样子被观众诟病。观众认为全剧就这里，赵丽颖是唯一没有接住戏的地方。特别是在演祖母的曹老师精准演绎出祖母内心世界的前提下，祖母的惴惴不安和苍老无助，还有不舍，都通过肢体语言和短短的2句台词演活了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到赵丽颖专门回应过这个问题。明兰这个角色的处理是按照真实情况来表演，不用艺术化的手法夸大表情，而是通过情节和台词显示其真正性格。或许她本身对角色有特定的情绪处理方式。之前看《圆桌派》里面演员就提到，如果剧本写这个演员性格如何，不能通过演，而是通过角色本身的肢体动作、言语细观，让观众感受判断出来。再后来赵丽颖突破角色限制，
演了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的农村姑娘和幸福。确切来说，这个剧本郑晓龙能找上她，跟她自身原生家庭的经历脱不开关系。仔细想想，哪个85花演过农村妇女的角色？先说杨幂，这2年她扎根都市爱情剧，手握大女主剧本跟小鲜肉演姐弟恋，在不计是古装仙侠剧里美若天仙的上神。其实杨幂这2年挑的剧本一直不硬核，先是市场烂大街的姐弟恋题材，虽然她与许凯颜值养眼，但剧情衔接和发展过于生硬。之后是大女主仙侠剧，仙侠剧市场吃香是前2年，况且《胡竹夫人》里陈伟霆的演技着实尴尬，这2剧自然都扑街了，口碑很差。再谈谈杨颖，去年她拍的剧《爱情该有的样子》里演技确实有进步，不再是挤眉弄眼的演技，整个人在剧里也很自然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整部剧剧本拖沓，剧情拉垮，拍摄手法更像是拍广告，所以观众给这部剧打低成绩仅有5.1分。会挑剧本，有好剧本找上门，看的是演员的硬核实力。赵丽颖挑的最好的2部剧本，一是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二是《风吹半夏》。现在影视剧平台选电视剧都有自己的标准，先看剧是否有创新，再看剧是不是有优秀的人物关系。最重要的一点，电视剧必须具有普世的价值观，引起时代的共鸣。风吹半夏完全符合这些标准。风吹半夏剧情利用90年代民营企业家发家致富为主线，更全面地展示了当年经济发展的一段历史。赵丽颖饰演的曲半夏从一个收破烂的成为上市钢铁公司的女老板。风吹半夏导演曾说，拿到剧本第一瞬间，他想到了赵丽颖，一个小小的有韧性的女人。这种反差感，赵丽颖身上有。看完整部剧，我们发现赵丽颖跟许半夏本质上很像，越是甜美，越是坚韧。她甜美的外表下，想成功的心很坚定。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，应当是所有条件的加持。赵丽颖在一众85花中脱颖而出，因为她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挑剧本、选剧本，她是演戏这些条件缺一不可。影视剧门槛很低也很高，演员清醒的认知，不断总结经验再出发很重要。演员不应该待在舒适区，多挑战不同的角色，挑战不一样的剧本。第二个准则，扎根底层，清醒的认知。85花站在一起，家世出身最拿不出手的是赵丽颖。杨幂是地道北京姑娘，叔叔是清华大学教授，父母高知有文化。从4岁开始，她就被送去拍戏，接受采访。小小的她面对镜头游刃有余，主持人提问也能对答如流。可能这就是女孩富养的意义。唐嫣则是土生土长上海姑娘，她成长在上海黄浦区，从小学艺术，参加过奥运会闭幕式，也获得过选美比赛冠军。一个人想成功，先天条件和后天家庭培养是非常关键的。赵丽颖不一样，她从农村摸爬滚打混出来，起初去横店跑龙套糊口。虽然与冯绍峰离婚了，但冯绍峰采访时依旧感叹，他的世界只有演戏，拍戏就是他最大的爱好。或许你在网上看过赵丽颖早期杀马特的照片，那会她刚来大城市，没有造型师，时尚审美都不在线，以至于早期上快本的造型被群嘲土。自出道以来，土妞称谓一直伴随她。可这2年，尽管她演农村女孩的角色，也浑身上下透着气质。10年如一日，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摸爬滚打，她通身的气质早就变了。剧中她穿着雨靴，手握锄头下地干活，能看得出她在田地里游刃有余。为什么很多流量明星不愿意挑战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呢？究其根本，他们本身是生活在象牙塔顶端、金尊玉贵的上层人，
真正的影视作品要扎根底层，接近生活，否则电视剧就只能拍出来穷学生住着上海市区精装修的房子，吃着自助盒饭还哭穷的片段。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开篇被婚闹，她挺身而出，打破传统腐朽婚闹习俗，为妹妹讨回公道。剧里赵丽颖穿一身红棉袄，配上深色牛仔裤，亮点是脖子上的围巾。基本上乡村妇女都会在脖子上围一条围巾。种菜、砍菜、切菜、下厨是电视剧里常有的画面。这样朴素的扮相，在85话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。最近社会话题讨论最热的是，我们究竟该不该脱下孔乙己的长衫？这话题本意是大学生找工作难，但因为学历见识，不得不低下头拉下面子做一些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。这个道理放在娱乐圈又何尝不是呢？这2年国产剧毫无说话，娱乐明星负面新闻不断，演员都在抱怨钱不好挣，说演员如何辛苦之类的，甚至部分行业内大拿嘲讽娱乐圈新人不是什么都配吃演员这碗饭的。针对这个观点，我却有不同的见解，只要演技好，任何人都能当演员，而不是说明星大咖都在抱怨爱豆网红抢走了他们的话，分走了娱乐圈一杯羹，结果让他们赚的少了。他们不应该抱怨，他们需要拿出好的作品说话，才能称得上行业大前辈。03第3个隐形准则，演员须得学会藏拙，要保持一定神秘感。为什么说藏拙呢？前段时间《狂飙》大火，剧里最火的是张译饰演的安心和张颂文饰演的高志强。火了之后，配角们疯狂炒热度，摇头舞、遭老罪、我想吃鱼梗漫天飞。这不怪演员们，这是观众带着角色滤镜喜欢他们。一旦离开这个角色，他们的观众缘将不复存在。这时候狂飙配角有人直播带货，有人短视频捞金，有人将剧里人设带到剧外，反倒是2位主角张颂文和张译仿佛隐身一样默不作声。原来张译在拍新戏，张颂文在筹备新电影。俗话说，一桶水不晃，半桶水不稳。相比其他几位85花，赵丽颖就很会藏拙。前天微博之夜，一众流量明星聚会，宛若上层社会的名利场，唯独看不见张译、张颂文、赵丽颖这几位演技派的身影。现场给刘诗诗、杨颖、杨幂颁发的奖项叫做年度质感演员。何谓质感演员呢？这个概念好像很迷糊，不好界定，谁都可以是质感演员，但谁都没有这几位流量高。年轻演员个个奖项在身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大型颁奖晚会甚至会造奖项，为流量高的演员专门打造合适的奖项。这次赵丽颖2部剧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均入围年度最佳剧集。她本人没来现场，自然没什么奖，但私下里却忙着筹备新剧。新剧名叫《与凤航》，目前未播出，在拍摄阶段。此次她与林更新二搭，预测又是一款适应流量市场的爆剧。说起转型，她近几年拍摄的电视剧题材确实多元化。去年、今年悬崖剧爆火，而她的《谁是凶手》题材为悬疑犯罪。古装剧有《陆贞传奇》知否？都市剧《姗姗来了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。仙侠剧《花千骨与凤凰》。现实主义题材《幸福到万家》风吹半夏。好演员要拿出作品说话，吃演员这碗饭就得前新作品。还有观众说明星感觉到赵丽颖这2年眼神变了，从花千骨单纯懵懂无知到现在冷漠坚毅的眼神。优秀专业的演员对自己处在这一行业领域里的敏感度很重要，体验派往往最能得到观众之心。赵丽颖恰恰是体验派。我记得以前采访也听过，赵丽颖是那种只要一演戏，整个人都会陷入剧中那种状态，生活中也是，
就让自己保持在那种状态里，把剧中人物都研究透了、吃透了才放心。赵丽颖能每部戏爆火，是因为她坚守了女演员的3个隐形准则，无论是转型还是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她的成绩都有目共睹。要享受流量和名誉追捧，就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角色和演技。85花在影视圈本身就有话语权，若他们摆正心态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和好剧本，一定能为市场带来好的作品。当演员们正向卷起来，观众才能一饱眼福，影视行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观众诟病。总之，道阻且长，